事情彻底闹大了，联合调查组已经是紧急介入了。咱们前2天短视频里聊的那个年薪90万的外国主持，这一下啊，估计工作是彻底保不住了。甚至就连那个胡锡进深夜发文挺这个小伙子，没过几个小时都吓得自己赶紧删了。大家好，我是小懒。你敢相信，在西北一座常住人口并不多，当地普通人一年辛辛苦也就赚个4万块钱的地方，当地的官方融媒体中心居然砸出了一份一年高达90万人民币的天价待遇啊！而拿到这笔钱的不是什么顶尖的科学家而是一个今年才24岁、大学才刚毕业的外国人。这90万呢，他分成了3部分：基础年薪30万，年度生活补贴30万，再加上购房专项补助30万。那这笔钱拆开来看在当地能干什么呢？这当地的服务业、文旅基层的岗位月薪大多是3-5千块，体制内的普通职工干一整年他也就8万块左右。这也就是说，这个24岁的外国小伙子在这个敦煌干1年的收入等于当地一个普通人不吃不喝干上整整20年。最关键的是，这笔钱它不是私人企业出的，全都是由地方财政的人才引进预算。那说白了，就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这个消息一公布呢，立刻就引发了争议大家都在质问大把本地深耕文旅、外语极其拔尖的本土人才拿不到高薪，凭什么要把这接近100万的年薪给一个初出茅庐的外国人这如果说这90万天价的年薪只是刺痛了老百姓的神经，那接下来的事才叫真绝有这个网友他就顺藤摸瓜，把这个外国小伙子的履历和招录全过程扒了个底儿朝天咱们先来看看这位能让官方砸90万重金的天选之子到底是个什么来头。那官方公示的资料包装的那叫一个光鲜亮丽小伙子中文名叫谷爱华，今年呢才24岁，号称是耶鲁大学东亚研究本硕连读，高中时就来苏州当过交换生，中文说的是贼溜还在清华短期交流过。融媒体中心把它包装成了一个极其热爱敦煌丝路文化、深耕中国文化的海外青年精英，定位是他们的首位全职外籍主播，专门给海外平台拍短视频，讲莫高窟和河西走廊的故事。听起来是不是挺像那么回事的？觉得这个钱买的是国际传播话语权。但是万能的网友们可不是那么好忽悠的呀！有网友直接去翻了他求学期间的真实履历不翻不知道，一翻直接出大事了。谷爱华在求学期间曾经在一家极其敏感的机构实习过，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这 AEI 是干什么的？那可是美国老牌的智库呀。长期以来这个智库专门发布大量针对中国的负面研判，频频炒作敏感议题，刻意制造偏见。更炸裂的是什么？网友们在 AEI 一份鼓吹涉台敏感议题的研究报告致谢名单里清清晰晰的看到了谷爱华的大名。这一下性质彻底变了融媒体中心是什么地方呢？那可是官方对外发声的核心宣传阵地你让这样一个人来当你的官方出镜主播，这到底是在做文化出海，还是在给潜在的安全风险大开方便之门？那舆论炸锅之后官方一开始呢还给过一轮简短回应，解释说这谷爱华在 AEI 实习期间他只是负责整理基础资料，没有参与报告撰写，这些名单只是统一标注实习生。但网友们根本不买账你光口头澄清有啥用背景审查的全套档案呢？风险评估公文呢？把这么重要的官方传声筒交给一个背景有争议的外籍人员，甚至还用当地纳税人的钱给人家供着，这到底是糊涂还是别有用心如果说履历有问题是风险管理失控，那接下来的招录流程漏洞简直就是把体制内的规则当成了空气这网友们逐条梳理了这次招聘的3大反常奇观，每一条都让人大跌眼镜第一，先上岗干活后补办公示。大家知道这体制内招聘或者是事业单位人才引进它有一条铁打的硬性红线，必须先发布拟聘用名单公示，给社会留出监督窗口期，等公示期满无异议人员才能正式入职上岗。结果这位谷少爷倒好，完全是颠倒黑白今年的4月份，人家就已经大摇大摆的入驻敦煌融媒体，
常态化出镜拍视频了。6月份更是以单位正式主播的身份跑去参加第3届世界汉学家大会这种重量级的官方活动，主流媒体争相专访报道。结果呢，他的拟聘用公示硬生生拖到了7月16号才对外公布。人都在单位风风光光干了3个多月的活，代表官方到处开会了，你才跑出来发公示，这监督公示本该有的社会核查作用，不是被彻底当成摆设了吗？还有这第二招录名额凭空变多。2025年的12月，官方发布的招聘公告上白纸黑字写的是明明白白的，本次国际传播播音主持人仅招录2人，一名是国内人员，一名是外籍人员，编制和财政预算全都是核定为2个名额。结果到了7月份公示的时候，你录用名单凭空扩容成了3个人那多出来这第3个名额极其精准的落在了谷爱华的头顶上。这网友翻遍了所有的公开文件那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扩招名额的审批公示或调整说明，没有任何解释名额说加就加这难道不就是典型的因人设岗特别定制吗？还有这第3内推通道与内部牵线。这更耐人寻味的是这谷爱华他并不是像普通应聘者那样子自主投递简历参加公开选拔的，而是靠一个中间人点对点的推送简历。而这个中间人呢，跟本次招聘项目的核心负责人私交极其深厚本土的优秀人才应聘要完整提交学历认证、语言资质、文旅从业经验，层层筛选审查。而到了外籍候选人这里直接走专属的内推通道，标准松得像开大门这种双重标准怎能不让全网质疑公开与公平但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随着天价年薪、先上岗后公示、凭空扩招、敏感智库履历这几个大爆点叠加在一起全网舆论声量彻底爆表了，当地终于坐不住了。那到了7月28号，多家权威媒体证实，敦煌当地已经正式成立了专项联合调查组。这次调查组可不是小打小闹核查范围极其全面，从90万薪资待遇的合规性到完整背景审查档案，从招聘名额调整的手续到中间人牵线的细节，甚至连他在 AI 实际的风险评估全都包含在内那官方呢也是明确承诺，等核查完毕后会统一向全社会公开完整的调查结果。随着调查组的正式进驻这起轰轰烈烈的天价引进案被彻底按下暂停键。谷爱华原本计划推进的海外短视频拍摄、各类官方对外交流出境全部被紧急搁置了，他的聘用手续也被暂时冻结了。大家想想看到了这个地步，这名外籍主播还能不能顺利入职？这份90万的年薪还能不能发得下来？答案呢，其实早就写在了大家的预期里了。那从目前的舆论态势和合作审查来看他的聘用资格大概率会被直接取消。这份极具争议的90万薪资方案也注定作废，这就叫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亲亲姓名。本想搞个惊天动地的文化出海亮点结果呢，因为流程不合规、审查不严格，硬生生砸成了轰动全国的公关翻车现场。就在全网针对这90万天价年薪和程序漏洞质疑声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有一位咱们舆论场上的老熟人胡锡进突然下场了。7月24号的深夜老胡大鼻灰发了一篇长文，极其罕见的开始替敦煌这位24岁的外籍主播站台发声。结果你猜怎么着等大家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点开微博一看，嘿，那篇文章早已经彻底不见了，只留下评论区一锅粥以及全网的截图和转发。老胡在文里说了什么能让网友这么愤怒我给大家简单捋一捋他的奇葩逻辑这老胡说网友之所以群起而攻之，根子还是在前，说大家是被90万的高薪给刺激到了，纯粹是眼红嫉妒人家拿美差。那关于这个小伙子的履历老胡轻描淡写的说，在美国学中文的学生里去 AEI 和台湾交流挺寻常的。老胡甚至把这主播比作是演员，说他只负责出镜，审核在中国团队手里，大家是过度解读。好家伙，这几句话一出评论区直接炸了大家认认真真在监督公共财政怎么花，在质疑政审程序合不合规，在担忧宣传真理的安全风险。结果到了老胡嘴里，直接把所有的合规质疑
轻飘买办事打包成了穷人眼红富人高薪。有这个网友当场怒怼啊，在反华智库时期叫寻常，那什么叫不寻常啊？普通老百姓考个事业编政审要翻3代啊，到了外籍人士这儿，敏感履历就成了寻常经历。这政审到底是审态度还是审护照啊？那更让人后背发凉。直呼讽刺的是啊，老胡这边眼看情况不对，慌忙删文，结果新加坡联合早报直接挂出大标题：胡锡进网民想搅黄他工作，直接把老胡那一句网民是被高薪刺激想搅黄这份美差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啊，顺水推舟的就把中国网友描绘成眼红高薪排外除外的典型样本。你品品这个节奏啊，一个国内舆论场上的2000多万粉丝大 V 啊，深夜发文又匆忙删文，结果亲手给外媒递上一把极其趁手的刀子，把一场本来围绕制度、程序、公信力的严肃公共讨论，硬生生给变成了中国网民容不下外国人。这才是整起事件里最讽刺也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啊！其实呢，大家并不是反对文化出海啊，也不是反对高薪引进优秀人才，只要这个流程合法合规，人员的背景干净，薪资符合实际价值，花再多钱大家都能理解。但是问题在于，地方财政的每一分钱都来自当地纳税人的汗水啊，那每一笔开支都应当画的光明磊落、公开透明啊。咱们看看敦煌本地啊，对丝路文化了如指掌的本土专家和青年人才少吗？一点都不少。他们熟悉本地的风土人情，清楚海外受众的传播逻辑，更没有任何复杂敏感的境外履历风险。而他们的薪资预期也远低于90万这个天价。可在这场所谓的人才引进里啊，这些扎扎实实干活的本土人才却成了烘托洋主播的陪衬。那最后我想说的是融媒体作为向全球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官方窗口，选用人员本就该慎之又慎，层层把关，堵住所有的风险漏洞，试图用先上岗后公示来蒙混过关，用口头澄清来回应实质质疑。在如今互联网时代只会被全网的聚光灯照得原形毕露。那眼下呢，全网都在等待调查组公布最后的核查报告，希望这次的调查能够给纳税人和全网一个真正、公正、透明、经得起检验的交代。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咱们下期再见。